窗外有人。舒尔兹近期的遭遇给中国提了个醒。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诚 Talk。 自从德国总理舒尔兹带着国内一帮子企业高管访华之后德国在中国的收获吸引了欧洲国家的争相涌入。前有西班牙为中国说话，后有法国马克龙准备4月访华。很明显长期处于战争阴影中的欧洲其实已经不太愿意被美国利用和操控了。然而作为访华的领头羊，舒尔兹近期的遭遇却给我们中国提了个醒。德国主流媒体图片报消息显示，德国总理舒尔兹的安保系统最近遭到了广泛质疑。事情是这样的，3月26日夜间舒尔兹在波兰登堡州波茨坦市的总理公寓楼遭到不明人员入侵，监控注意到窗外有不明人士试图接近，而理论上应该是德国最高等级的安保系统之一，却完全处于静默状态。即便监控视频被曝光之后居然也都没能抓捕到这个可疑人员。事后当地警方对外称仍然正在搜捕中，而唯一的消息来源还是附近监控拍摄到的画面，一个不明人员身穿连帽衫，戴着万圣节的面具、头套还有手套。这个人到底是冲着舒尔兹来的，还是冲着总理公寓内的一些可能的资料来的呢？目前我们不好说。当天舒尔兹本人临时改变了行程，前往总理府参加执政联盟会议，不在公寓内，这才导致这个不明人员没有与舒尔兹发生互动。坦率地说这件事情多少有点离谱，因为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哪怕临时改变了行程，他的住所也应该是包括在安保监控范围内的，因为在行程结束后领导人还是要回到住所休息的。如果有人要搞刺杀或者偷袭之类的，完全可以在公寓里安装一些什么东西。然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却大大方方的被一个不明人员入侵了，而舒尔兹的安保系统呢却完全沉默，人也没有抓到，消息还全靠别处的监控系统。直白点说到底是什么人持有什么样的目的接近舒尔兹的住所，这个我们不好说。目前呢，德国国内经济并不好，外来移民和战争难民严重冲击了德国的人口比例。网上调侃的德意志斯坦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道尽了德国人口比例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处于失衡的现状。外来种族比例一旦出现质变，谋求政治权利和社会话语权就成了必然，而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呢就开始上升。因此舒尔兹若被德国人或者是难民和移民组成的团体威胁，那就并不奇怪了。此外德国刚刚和中国谈完合作，取得的成绩更是让欧洲其他国家眼红。在几天前的欧洲理事会上，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小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传统强国都纷纷表示欧洲不能离开中国。这种趋势显然和美国想要尝试与中国全方位脱钩的思路相违背。所以不排除德国这个安保系统的突然失灵是否可能是美国的敲打呢？又或者是德国国内反对派的一次威胁呢？随着中美的博弈白热化，对中国抱有善意，但碍于美国压力不得不保持中立的领导人或者关键职务的人员，很可能面临着美西方势力的威胁，由此可能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国际外交路线。所以如何为心向中国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安全感，可能是我们未来外交的一个工作内容。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